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刚刚发布的 Redmi 的 Note 10 Pro 和 Note 10，另外还有就是一款 Redmi 的降噪耳机，叫 AirDots 3 Pro。这个耳机呢，也算是红米系的一些小伙伴们比较关注的啊，大哥的那个耳机799块钱，之前我们给大家测过了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。今天的主角 Note 10 Pro 和 Note 10，它们的具体表现如何？我国的年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包装方面其实非常简单啊，就是充电器和数据线。Pro 这边是上了一个大哥的67瓦的一个充电器啊 ，Note 10晴山蓝啊，这次 Note 10应该是有4个颜色，这个蓝色有点宝蓝的那种感觉，一拿出来如果不触摸的话，是特别像玻璃的啊，它是塑料的。同样也是充电器、数据线啊，这个手机呢是18瓦的充电，但是呢它给了一个23瓦的一个充电头啊。比较有意思的其实就是这个10 Pro 啊，参数方面呢，我们先用一张纸给大家打出来。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可以暂停看一下参数。材料方面，这2个型号无论是中框还是背板，全部都是塑料啊，你要知道就可以了。但是啊，我能感觉到它已经非常努力的啊，把它做的不像是塑料了，尤其是浅色的这个 Pro 还有这个蓝色 Note 10，这俩放在这儿是特别不像是塑料的，只有摸上去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是塑料。尤其是这个 Pro 后背呢，它也是这种竖条纹的处理，有点像小米11的那个雷军的签名版是吧？镜头模组这块呢也是大哥的设计语言，就是有点像数码相机的那个镜头。Pro 这边比较有意思啊，它设置了一个小红点，有点像那个开始录像的那个元素。主摄方面，一个6400，一个4800，镜头除了800的广角之外，还有一个200的凑数镜头。然后 Note 10这边它也有一个小红点的这种开始录像的这个元素。然后下边你以为猛的一看啊是3摄啊，但是啊它是一个封住的啊，这个是 AI 设计吧？这下面还有一个 AI Vision 啊，是非常 AI 的这么一个设计啊。它其实是双摄的一个组合啊，毕竟是入门版本了嘛。虽然说对这个价位段大家的拍照可能要求不是太高，但是我们也拍了一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简单了解相机方面，很多小伙伴要求不是太高啊。这个红米 Note 10 Pro 的细节保留呢，相对是最好的。iQOO Z3 和 Realme 的 Q3 Pro 白平衡的取向比较相似，都会偏冷那么一点。Note 10 Pro 超广角的白平衡和主摄有明显的偏差，画质表现中规中矩，边缘画质劣化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。红米 Note 10 Pro 和 iQOO Z3 的表现相对接近，相对来说 Realme 的超广角画质就比较拉了，噪点严重，白平衡也起飞了。而 Note 10并没有配备超广角镜头，它们的长焦都是由主摄裁切而成的，需要注意。夜景场景下，红米 Note 10 Pro 和 Realme Q3 Pro 相对来说细节保留和高光压制稍好一些。iQOO Z3 细节略差 ，Note 10这边涂抹感严重。切换到超广角时 ，Z3 的画面出现了偏绿的情况，长焦这边则是红米 Note 10 Pro 出现了偏绿的情况。切换到夜景模式下 ，Note 10 Pro 的室内高光压制明显改善，但是整体亮度也被压了下来。Q3 Pro 和 Z3 的高光压制不如 Note 10 Pro， 但是整体观感上要好一些。超广角方面 ，Q3 Pro、Z3 的白平衡偏绿，红米 Note 10 Pro 表现还行。长焦方面 ，Note 10 Pro 直接偏绿 ，Q3 Pro、Z3 和 Note 10整体风格和主摄保持一致。还是老规矩，在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Note 10这几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文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正面的话呢，这个参数刚刚大家也都看了，它们2个全部都是 LCD 的这个屏幕。但是啊，我手里的这2台呢，可能是早期机型的原因啊，这个素质感觉不是特别的高啊，尤其是 Note 10 Pro 这边，我手里的这台明显啊，这个浅色的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些泛黄的。我们手里的另外一台这个蓝色的版本同样有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下半部分有一点点偏黄。然后 LCD 挖孔屏的这个通病，就比如说这个镜头的这个边缘，或者说4边边角的这个地方啊，有一点偏暗的问题，这个是 LCD 这个材料的问题啊。如果你去线下，比如说你去拆机发现有这个问题啊，这个售后如果不是特别严重，是不会给你退换的，这个要提前告诉你一下。估计他们店里的一些展示机都会有这个问题，你去详细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，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，生活用品5折起，能买也能卖，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然后正面的话呢，也是3边不等宽的一个设计，两侧呢是等宽的，比较窄，这个额头，然后下巴是稍微宽一些。这次的这个 Note 10啊，其实我感觉在4边上呢做的还算 OK， 不算是特别的宽了。在颜色的选择上 ，Pro 这边我推荐的是这个月珀啊，因为它不太像塑料的那么看着，但是拿起来这塑料感还是非常强的啊。他们2个大哥193克，小弟是190克，都没有到200克。电池方面呢还算是比较给力啊，达到了
了这个5000毫安时的电池。处理器方面，天玑100和天玑700，具体性能我们也测了一下。实测数据，我们跑了 Note 10 Pro， 天玑100 Geekbench 5 CPU 单核727，多核3105 ，3D Mark GPU 得分6757，相比于上一代基本翻倍。存储方面需要注意一下 ，Pro 版这边是 UFS 3.1 的满血版本啊，持续读取1785兆每秒，持续写入1227兆每秒。但是 Note 10是 UFS 2.2， 它们两个都是 LPDDR4 叉。娱乐兔综合得分 Pro 版68万加啊，稍微弱于 K40 游戏版的天玑200，但是相比于 Note 9 Pro 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实际体验上，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8G 的版本 Note 10 Pro 平均用时120秒，没有什么杀后台的情况。续航方面，120赫兹的模式下，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，Pro 版剩余61%的电量；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22%的电量。看着这纸面参数还不错，但是结合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再加上1100这个功耗比较不错的处理器，其实这套组合还有优化空间。充电方面，从33瓦升级到67瓦的快充，单电芯的设计，10分钟充入35%，充到100%，用时44分钟，但是还有9分钟的交流充电。略微长一些，完全充满用时53分钟，和同为67瓦44分钟即可完全充满的小米11 Pro 大哥相比，感觉大哥还是稍微留了一手啊。1小时和平精英 HDR 高清加超高40帧啊 ，Pro 版机身最高温44度，目前暂时还不支持流畅加上90帧的模式，但是它支持王者荣耀90帧模式，最高画质下也可以满帧运行波动3.4，大型团战的时候会有轻微掉帧的情况，整机平均功耗5.09瓦，基本持平天玑200。最后极限原神最高画质 Note 10平均帧率46帧，波动12.8帧啊，这个处理器来说还算是较为平稳了，因为它和 K40 游戏版的调度策略一样啊，整个游戏呢给限制在了48帧。对于限制帧率、追求稳定性这种调度策略，你怎么看呢？喜欢的请扣1，你觉得就应该要追求更高帧率的话，请扣2。整体功耗方面 ，Note 10 Pro 平均5.45瓦，低于 K40 游戏版的5.74瓦啊，处理器毕竟要弱了一些嘛，但是又对比啊，这个和平均仅为5.15瓦，而且帧率更高的 Q3 Pro 相比呢，还有一点差距。发热方面，半小时温升曲线，10分钟最高温度48.1摄氏度，25分钟达到了51.1摄氏度，略高于 K40 游戏版。数据简单总结 ，Note 10 Pro 作为9 Pro 的迭代版本，升级较为全面，各项数据没有什么明显短板。而且由于发布最晚，它是3款1100手机中唯一支持王者荣耀高帧率的机型，期待后续开放吃鸡的90帧。这两台机还有一些设计上的小细节，比如说 Pro 这边呢，它的这个指纹识别的模组呢，明显要更高级一些。这个和它的大哥 K40 系列呢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外表是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指纹识别键的，就是弧形的，跟你的外边框是一样的。而小弟这边呢，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凹下去的啊，这个明显颜值上呢就不如 Pro 这边来的高一些。扬声器方面啊，特别要注意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机器可能就有点考虑到老年人啊这个群体了。Note 10 Pro 它是一个双1216的扬声器，我们可以听一下。音质方面见仁见智，但是音量方面啊是有保证的，因为上下是对称式的嘛。然后在设计上呢，这两个扬声器的开口啊，底部的这个啊是在你的右侧边，然后顶部的这个是在你的左侧边。所以说你在握持的时候，无论是哪个方向，你都会挡住一个扬声器。如果你要是玩游戏的话，但是100这个重度玩游戏，我们也不太推荐，它的极限性能确实是有一些弱。屏幕这块多聊两句，有一个点是让我比较意外的啊，他们俩是一个6.6，一个6.5啊。120赫兹的刷新率和90赫兹的这个刷新率。玻璃方面就是让我比较意外的，它的 Pro 版本采用的是康宁大猩猩 Victus 的这个玻璃，这个是用在顶级旗舰上的，而且今年甚至有很多旗舰机还没用上 Victus 的这个玻璃，用在了 Note 10 Pro 上，这让我是比较意外的啊。然后小弟这边不是啊，它是普通的这个钢化玻璃。还有一个细节啊，就是如果有一些小伙伴你想买一个小米系的这个手机，想体验一下米 UI， 有些人可能是吧，这个我预算有限，或者说我就是想体验一下，我买一个比较便宜的，有些人可能会考虑 Note 10，但是我要提醒的注意，它的这个系统就是米 UI 12，但是这个 Note 10 Pro 它是12.5的啊，这个系统，所以说你需要注意一下啊，就是如果要体验最新系统的话，还得是从 Note 10 Pro 开始。OK， 还有一个产品，也就是这个 AirDots 3 Pro 这个降噪的耳机，有一个动画来看。
但是这个弹窗的反应确实是有一点慢。ID 方面呢，它其实跟之前的那些 TWS 耳机其实不太一样，它是一个竖开型的一个椭圆形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横着看的话，它这个体积是比之前那些耳机的体积都大的。其实小米799的那款啊，它体积也比较大，这个小米系的都比较大一些。但是里边这耳机你看到了第一眼就会觉得，哎，这小家伙还挺精致的，是吧？这种元素设计其实之前红米的手机也都用过，它这个设计其实非常讨巧，就是外部的这一小块啊，它做了一个塑料的这么一个亮片，是一个竖形的，非常小的，但是它这个体积比较大的地方在里面，但是你在佩戴的时候就正好抠在了你这个耳朵的里面，所以说外人看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这个耳机是比较小巧精致的，甚至你从盒子里面一打开的时候都会感觉小巧精致。我们也实际听了一下啊，它的音质方面呢，我们不知道它的价格，但是这个3频呢是比较糊的，这个中肯的说啊。All it takes is one glance, and I am taken back. 这个当然这是我们自己感受啊，你可以去线下听一下。然后降噪方面呢，35 dB 的这个降噪还算是 OK 的，我们也可以听一下。现在列车大约晚点38分，请您提前做好下车准备。续航方面呢，官方宣称单耳呢是可以达到6个小时的这个续航时间啊，这个续航还算是 OK。如果要是搭配充电盒呢，是28个小时，因为毕竟这个充电盒体积也不算小呀，也算是比较厚的啊。价格方面，大家可以走波弹幕啊，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，这个我盲猜啊，它应该是在300-400块钱，大概这个区间啊。然后手机这块我也不知道，这两台手机多少钱？10 Pro 多少钱？我最近猜价格的能力不是太强，因为这两台机器赶上了618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优惠，或者说一些特别的券什么之类的。我估计它的到手价格应该会比官方的价格还要再低一些。简单总结一下这3款产品啊，这个今年的 Note 10 Pro 呢，或者说之前的这个 Note 9啊，都是在那个档位段中性价比比较高，然后比较均衡的产品。今年的这个 Note 10 Pro 呢，它不但这个均衡做的是比较 OK 的，但是还有一些出挑的地方，就比如说67瓦的充电，然后 Victus 的玻璃啊，这些地方都 OK。然后 Note 10这边呢，就是一个比较入门的这个机型了，就看你这个选择了。但是实际上手之后呢，也有一些必须你摸到之后啊，一些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。首先是全系塑料啊，这个质感你能不能接受？你去线下要体验一下。另外还有就是 LCD 的这个屏幕，因为我们手里的这两台呢，这个下方啊都是有一点点偏黄的这个情况，尤其是这个月破啊，这个黄的是比较明显的啊，在这个浅色界面的时候，LCD 边角发暗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接受？然后另外就是性能方面啊，1100和700，我们肯定还是更倾向于1100一些的。还是那句老生常谈，说了第2遍了啊，就是如果你要挑选入门机型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在1000元、在1500元这2个档位的时候，处理器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这个档位段，如果处理器比较拉的话，卡顿啊是最不能接受的啊。其他的方面呢，比如说要差一点啊，是吧？咱们可以妥协一下，但是处理器提醒大家要注意。OK，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些帮助啊，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关键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